作為咖啡界的拼多多，蜜雪冰城的這杯咖啡真的好喝嗎？去年11月，蜜雪旗下的咖啡品牌幸運咖也進入了萬店規模，成為國內繼瑞幸、庫迪之後第3個躋身萬店俱樂部的咖啡品牌。從2017年創立到2024年，積累約4600家門店，再到2025年10個月狂開5000多家店，這個速度連當年的瑞幸看了都得倒吸一口涼氣。今年5月，山東、江蘇、安徽等6省的幸運咖拿鐵系列已經用上了月鲜活鮮奶和短保鮮烘豆，看上去雪王這次是鐵了心要在咖啡市場上大幹一场。但有個問題始終繞不開，這杯均價6塊9的咖啡到底好不好喝？蜜雪冰城賣咖啡這事兒其實不是一天2天了，早在2017年，蜜雪集团就孵化了獨立的現磨咖啡品牌幸運咖，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蜜雪冰城自家門店的咖啡產品線並不活躍，每年只推1到2款新品，宣傳力度遠不如檸檬水和奶茶。直到2025年，蜜雪突然高調宣布賣咖啡了，一口氣推出6款咖啡產品，定價6到9元，最便宜的美式咖啡只賣6塊錢，最貴的龍井拿鐵和椰椰拿鐵也不過9塊錢。到了2026年，蜜雪冰城更是砸下10億元專項資金，補貼加盟商引入全自動咖啡機，把傳統低濾咖啡全面升級為現磨咖啡，有試点门店升级後，咖啡日销量冲到近170杯。但是呢，这認真做和好喝之間還隔着10萬8千里。網上關於蜜雪咖啡的評價兩極分化的很是厲害，有網友直言，喝了一口蜜雪咖啡新品後，勸雪王還是好好買檸檬水吧。還有人吐槽蜜雪的咖啡跟超市買的雀巢速溶一個味兒。更狠的評論是，那哪裡是咖啡，分明是帶着淡淡咖啡味的水，寡淡發澀，毫無香氣，口感稀薄的像兌了大半杯水。的確是，蜜雪未開喝的咖啡在冰箱隔夜一晚，第2天直接成水杯咖啡。所以這杯咖啡到底好不好喝呢？答案可能取決於你花了多少錢，在哪家店買的，以及你對咖啡的定義是什麼。蜜雪咖啡最大的賣點是便宜，最大的問題也是便宜。一杯6塊錢的美式放在1線城市，連便利店咖啡都買不到，但價格低到一定程度，必然要付出代價。有消費者觀察發現，蜜雪冰城門店沒有咖啡機和磨豆機，只看到服務生加了幾塊冰，然後兌了純淨水。有人總結，蜜雪咖啡用的是低成本的速溶粉或是劣質拼配豆，熱水一冲就算完工，沒有精細研磨，沒有精準萃取，沒有溫度控制，更沒有對風味的半分講究。這哪裡還是在做咖啡？品控問題也是頻頻翻車。有消費者反映，在浏陽永安店買的雪頂咖啡有不明沉澱物，非常苦，和平時買的不一樣。還有人吐槽店員不戴手套口罩制作咖啡，打包不配勺子。甚至有消費者反映，店員拒絕給哨冰的咖啡加冰塊。當一家店連基本的衛生和服務都保證不了，咖啡好不好喝已經是次要問題了。而且很少有人知道，蜜雪冰城和幸運咖這對父子現在正互相搶生意。幸運咖 CEO 潘國飛曾信誓旦旦地說，幸運咖做現磨，蜜雪用咖啡粉，兩家互補而非競爭。但2026年3月，蜜雪冰城宣布升級全自動咖啡機，正式進軍現磨賽道。那個用咖啡粉的蜜雪正在消失，互補的故事也就講不下去了。事實也確實如此，兩家品牌3線及以下城市的門店占比均超過50%，大量門店開在彼此隔壁，還有產品重合。幸運咖2022年推出椰椰拿鐵大賣，蜜雪冰城2023年就推出更便宜的咖啡椰椰，幸運咖2024年推出葡萄冰萃咖啡，蜜雪冰城2025年就上新葡萄冰美式，你出什麼我抄什麼，還比你便宜，這說白了不就是仇人嗎？其實面對鋪天蓋地的吐槽和內部競爭的擠壓，蜜雪集團終於坐不住了。2026年，幸運咖明確提出提質增效戰略，開店節奏全面放緩。中國大區 CEO 潘國飛公開表示，2026年將以單店營收增長為主，以規模發展為輔，品質升級也在推進。幸運咖圍繞鮮豆、鮮奶、鮮果現場制作的3鮮1線原則，對核心原料做全面升級。鮮奶從常溫奶升級為低溫鮮奶，咖啡豆探索更短烘焙期。蜜雪冰城主品牌也在同步升級。2026年3月，在鄭州啟動現磨咖啡試點，6月宣布全國陸續上新，10億元補貼砸下去，全自動咖啡機配起來，鮮烘豆、鮮牛奶用起來。可問題是，這些亡羊補牢的動作能挽回消費者的心嗎？有人覺得6塊錢買杯咖啡還要什麼自行車，但問題是，你賣的是咖啡，不是自來水。消費者可以接受便宜，但不能接受难喝。正如有網友說的，蜜雪冰城的咖啡不好喝，從來不是價格的問題，而是態度與工藝的差距。蜜雪冰城賣咖啡這事兒本身沒毛病，茶飲市場增速放緩，咖啡市場還在狂奔，雪王想分一杯羹，商業邏輯完全成立。但做咖啡和做檸檬水是兩碼事兒，檸檬水兑點糖漿就能賣，咖啡從豆子到萃取每一步都講究。你可以用低價吸引人，但留不住人的永遠是品質。